确实要在2035年实现这个人均中等发达。大家知道 GDP 的构成是4块，对不对？第一块就是 C 消费的部分，记住啊，第一块消费，第二块投资啊，包括民间投资和政府投资啊 ，invest。第三部分叫政府采购，叫 G government。第四部分就是进出口的这个顺差额。这4个部分就构成了 GDP 这个大蛋糕。那么我们的蛋糕做大，是不是就意味着它也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一部分呢？如果把全球经济增长看成一个更大的蛋糕的话，全球经济增长的根本是靠生产率来实现的，对不对？每年生产率就这些，增长就这么大的蛋糕啊！像全球今年预计的给出的增长大概是1%点几吧。那么我们这4块怎么涨？现在我看到了很多的专家呀、评论呐，说没有增长空间了，说哎呀，你看现在地产停滞了，投资投向哪里呀？没有基建了啊！政府投入能投入到哪里去啊？政府现在投入又没有钱了啊！地方现在缺钱。他认为啊，政府投入这块就是刚才的 government G 这部分没有办法增长了 ，invest 没有办法增长了啊，因为没有大基建要投了，也没有投资的好的标的了，因为没有地产这么好的一个目标项目了，以及呢进出口现在已经极限了啊，美国这个最大市场我们现在也开拓不出来了，全球市场也就那样了，我们已经极限了，进出口也扩大不起来，说好我们来搞消费，一定要扩大内需，扩大消费，觉得说对，你看国家不是说吗？要扩大内部的刺激内部的消费，把内部市场作为一个发动我们经济的引擎嘛，找到了方向之后大腿一拍，说那消费大家现在手里都没钱。你让他主动消费不容易，怎么办呢？就被动消费。什么叫被动消费啊？痛苦消费，医疗涨价，教育涨价，水电能源涨价啊，周围包括安全服务也涨价。你能不付这个钱吗？你不付这个钱，要不然不够安全，要不然不够健康，要不然孩子没发展，反正高低这个范儿把你钱掏出来，说把钱掏出来，那好像确实这么做有点不太仁义啊。说啊，这发钱咱涨价，这是挺多的主流的观点是吧？大家是不是听说过这个啦？这种一点政治常识都没有的人，刚刚我给大家提到了，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经济高速发展和内部的长期稳定。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长期稳定，这二者其实有的时候是矛盾的。他讲的这个道理是没错，西方就是靠这个方式拉动内需的，可是我们做不了，明白吗？因为医生是稀缺之资源，医生的医术是靠时间和经验积累的，它是有差别性的，所以它必然是稀缺的，而且它是永远稀缺的。我还看见一个有点过分的一个文章的分析，说中国现在人均的病床啊已经超了，这提供的病床数啊，这医疗资源呢已经过剩了。我觉得这种人真的家里没有老小吗？说这种话没去看过病吗？这现在医院里面稍微好点的大医院，尤其是北京、上海的这种医院，多少人呢？他怎么好意思一张嘴一闭嘴，上下嘴唇一碰就说医疗资源过剩了？我是陪着我父母去看过病的，那是你最后救命的希望，人山人海呀。大家想象一下，在这种情况下，跟你说这个医生被高薪招到私人医疗机构或成为了家庭医生了，谁受得了呢？你的医疗技术和经验的积累是靠长时间在公立医院，通过你是小医生的时候对普通的病人的救治，时间和经验的积累，以及整个环境的医疗技术的这些老师们的指导，成长为一个成手的，咱就说一个高级医生，一个靠谱医生，专家级的医生。你被资本赎买走了，你本质上赎买的是所有的人用健康和生命帮他累积起来的这部分的稀缺资源呢。那如果稍微成手一个就被调走一个，留下的都是不断练手的小医生，那岂不是说要用全体居民的健康和生命来给所谓的富人做嫁衣裳啊？他们千秋万代，然后对其他人的生命健康进行提取，我们的社会和文化绝不可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明白吗？这个就是关乎于长期稳定的事儿，是绝不可能干的。说大学涨价了，能不能把新闻看全了？大家看看它涨价的是哪些大学，国家级的公立的大学还是这个价格。换言之吧，我明确点说，好学校培养真正的国家栋梁级的人才，20多年、30年没有涨过价。而且因为我在高校里，大家知不知道现在的奖学金的丰富程度到什么程度？基本上985、211不说人人有奖，这4年之内你要是没得过奖学金，这孩子就属于实在是有点不太上进了，明白吗？奖学金非常多，门类也非常多，实际上可以总体核算下来，学费是下降了的。增加的学费的都是什么学科呀？都是地方所属的基于地方财政支持的院校的一些边缘的非 STEM 的学科，非理工科学类的学科，科学什么艺术啦什么合办啦，就是也类似于2+2啦。上海的几所学校涨价，所以实际上我们是不可能在教育上去搞不公平的涨价的。九品中正制，你看看把美国把西方都霍霍成什么样了？你看看卡拉斯这种比酒漏鱼都不如的人，竟然能一路干到欧盟的外长，这就是说明你如果想通过涨价的方式进行权贵后代的提取，对于整个国家的基础，那还包括科研类的，是最不讲求门第的，最需要的就是教育基础。你在教育人才上通过涨价来设门槛，那不从痛苦消费上涨，怎么促进消费呢？再回逻辑递进了啊，通过痛苦消费涨价绝不可能。那不通过痛苦消费，刚刚提到的说基建也投不出来了，进出口也就这样了，饱和了。那确实国家又提出了说我们的内部消费是大头，我们怎么提高内部的消费呢？其实就是涨工资。怎么涨工资呢？
就通过我们大力的投入，进行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上移，我们要在全球的财富链上不断的向上移。换句话说，现在拱掉了日韩，下一步拱掉欧美，再下一步拱掉美国。美国最顶尖的那个是什么呀？生产性服务业，这个也是今天要给大家重点讲的。现在我们对日韩、对欧美在整个的工业制造业上面的替代和这个碾压，都已经是黑洞级别了。这个事儿你要么不让我干，你要是让我干了，现在日韩怎么被掏空的？欧洲和美国的制造业，高端机床啊、汽车呀、化工啊、生物医药啊，就怎么被掏空。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他们认为最赚钱的，像苹果这种提供设计啊、服务啊、营销啊这种生产性服务业，未来就是我们最大的一块蛋糕。这块蛋糕怎么做？我们今天说一下。如果在产业上进入了任何一个领域，这个世界的物质基础就会被我们改变，建立在这个物质基础上的所有的服务的规则、生态也会被改变。实际上，我们的产业升级不是要去分美国或西方的生产性服务业的蛋糕，而是要把它的蛋糕的基础摧毁掉，完全变成由我们来主导的蛋糕和玩法。大家现在还会觉得这个微软啊、苹果啊，它提供了某一些软件性的，包括说开发性的平台啊、基础啊，这个东西它还有竞争力。那如果我们大量投入生产之后，进行产业继续升级，开始去抢欧洲、美国的蛋糕的时候，我们现在造拖拉机的，未来就可以造高级的数控机床、高端机床，同样是蓝领，现在年收入可能30万，产业链往上移，同样的工种，同样的协作，年收入可能就能到50万。对于蓝领和中产阶级的下层，收入如果能每年稳定的基于工资提高10万，他的消费可能能达到15万，他的消费的边际效益递增的很厉害。年收入100万、200万的家庭多10万，不会多花10万，但是年收入20万的增加10万，他的支出可能能达到15万，因为他是人的刚需啊。我的住房、我的家庭教育、我的消费、我的个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它就会提升。只要工作稳定，且这个工作的行情在全球分工上来说不仅稳定，而且还在向上发展。大家手里面这个钱是长钱，是稳定的钱，符合中国人认知的，我的工资在提高，我所在的行业在发展，而且明年只会更高，我就敢放心消费了，这消费才能扩大，这部分的消费扩大才能带来整个社会的流动性的增加。在今年年初6月的时候，这个供给经济学派不断的提要发钱，不要去投生产，大量的人包括这些外资的机构啊、华尔街的中国的分支部门就说是靠消费，西方都是靠消费带动的，对吧？刚才那个念的那套歪经给你念一遍，不能靠投资驱动。为什么不能靠投资驱动？各位能理解吗？我们靠投资驱动，本质上是要抢他的饭碗，他当然不让我们用投资来驱动了。我们几万亿的投资下去，政府说来，国有3次产业的改革，发动民间资本，扩大 GDP 里面大家记得吗？第2块 invest 投资这个部分，同时政府采购，与其让民众去背那么高昂的医疗、能源、教育的负担，不如通过政府采购，政府付这部分的钱，反而让群众们敢花钱，让居民们没有很重的痛苦消费的负担，放出来余量做什么？做增长性的消费，增长性的消费才会流入到科技和制造业呀。痛苦消费流到什么？医疗、教育，这些东西会增加医生的水平吗？不会增加。我刚才提到了，增加医生和老师水平的是经验和时间。资金没有用，资金只对制造型，尤其是科技型的企业最有用，他们才是资金敏感型的。开篇我提到过，对不对？好，那这样一来，GDP 是不是同比扩大了？ G 的这部分政府采购扩大了， I 的这部分 invest 从政府到企业的投资扩大了，都涌向哪里了？涌向科技制造业了。好，科技制造业向上挪，谁的蛋糕被抢了？下一步被抢的就是欧盟。所以你看，为什么欧洲跳这么狠？为什么荷兰这么痛苦？为什么一马当先？因为排排坐吃果果，抢完了日韩，下一步就是欧了呀，就是欧洲了。所以为什么西方经济学派每天说你得刺激消费，你别制造投资，投资回报底多低呀？投资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投资会过剩还别搞投资。为什么？因为只要加大投资，以我们转型在“十四五”期间完成了经济转型的这个经济模式，就一定会向上走。我们在全球的产业链从这儿一路走到最顶端，所有人的饭碗都会被抢掉。所以他不想让你走这条路，他就天天跟你说快别往这儿走，往那儿走。所以我们要的就是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抢的不是内部人的蛋糕，不是内部的盘子里让谁来痛苦，让谁多支出，抢的其实就是整个全球产业链分工上面分工树上面最顶端的蛋糕，能懂吗？没涨工资这是投入，所以这个西方说的呀，他没有给你现钱快呀。要没涨工资，现在不是正在努力的去增加生产力，在扩大投入嘛？所以政策上面不就提出来了嘛？要适当怎么样超前建设，符合下一个阶段信息产业升级需要的基建。我们亮出来15这个规划之后，其实也无异于对全世界在宣布，你们要返贫了。
我不会留守了，因为我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一定要有外部的影响。那有这个外部的影响，西方的精英阶层、产业阶层是读得懂的，是明白的，那么也是一个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必须要全速的冲过去，要突破这个阶段的围堵，明白吧？所以接下来的地缘斗争，我之前在节目里也提到过，只会更深入、更激烈，远不是这一次美国这样折腾了一下，然后就退回去那么简单。接下来博弈的烈度、冲击的难解程度只会加大。